大家好，这是戴桑。这次实况的游戏呢是 Changed 是一个国人自制的独立游戏，是一款带有冒险以及兽化元素的解谜类 RPG， 是由兽屋之龙负责开发发行的。目前已经登录 Steam， 地址在下方简介里。本月可能会推出英文版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进入普通模式，对，普通模式。并可体验原汁原味的全部游戏内容，开始你的冒险吧。而且之前已经录过简单模式之后，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之前收集的一些对白，对吧？我可以直接把素材放进去，非常完美，也不能白录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的主角，一个少年，不说话，强光刺得你睁不开眼。但你还是奋力地眯着眼看了看自己目前的所在。透过朦胧的眼，你发觉自己在一个非常陌生的房间。你的手脚无力，脑袋昏沉，最重要的是，你觉得自己饿得好似数年都没吃东西了。你一无所有，身上只穿了一条小短裤，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里。很明显，你是被绑架了。你在昏迷之前最后的模糊记忆也验证了这一点。你被一群人袭击之后带来了这里，你很迷茫，但你清楚地明白最首要的事是从这个房间里逃出去。好吧，你只有这一个选择了。开始吧，你的冒险。也是比较传统的开头。你好奇地看向这台奇怪的舱室的里面，之前你似乎在里面待了相当长的时间。底部有浅浅的一层液体。你下意识地觉得那东西应该是甜的，应该是吃过了。对，睡梦之中你似乎喝了不少这东西了。没有别的了。我们先调查一下别的东西，不知道是谁的笔记。不要与他们发生任何接触，不想成为他们的一份子的话，避开他们。我不知道这舱室的密码是什么，我只能期待你能醒来看看这笔记。保佑你，幸存者。是在说什么危险的东西吗？而且也不知道这个笔记是谁留下来的。这篇笔记很潦草，而且从内容上来看，不像是绑架者能写出来的。刹那间，你有点希望这一切都是真人秀表演。这笔记的第二页还有其他字，但明显是其他人的笔记。请勤倒污水，并及时清洁下水通道。粘性物质、样本、化学品，请不要倾倒，尤其是样本。这个呢，已经干了的不明物体沉积在试管底部。你很饿，但绝对不会想吃这个。就比如什么硫酸铜啊什么，但这里没有水，只有灰。这样也算是可以调查到杯子。歪扭扭曲曲写着按 Shift 移动。好的，按 Shift 移动会快一点。一个下水道可以把废物冲走。墙体里面布满了钢管、电线和支撑架，里面很深很暗，当然钻不进去。显示器不工作了，显示器上面还都是灰，似乎是控制了旁边舱室机器已经关掉了，上面灰很厚，没有人操作的痕迹。那究竟是谁关掉的呢？没有反应。我们就差这两个没有调查，但是呢，这个我先留着，对，我先留下这个，所以没有找到开关，这块调查也没有。那我们就往里望了望，然后放弃了爬进去的想法。里面传出好像有东西在被拖拽着滑动的声音，还是不要靠近了吧。你过来，我知道里面有东西，你出来，出来呀！我不怕你，你出来。好，没人知道我这1周目的时候在这里死了5次，因为我没研究出来到底要怎么解决它。不管怎样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现在并不是思考这种事的最佳时机，还是我姐比较机智。看不见下面，但应该把那东西给冲走了吧。虽然是3岁兵，但是其实智商还是很高的。你吃力的把手伸进管道里，按到了按钮，门开了。开关钮按下，不要节外生枝。我还挺想节外生枝的，不是？一片狼藉，看起来这里已经被遗弃很久。绑匪在哪里？这里似乎毫无有人生活的痕迹。你打了寒战，你有预感这次冒险可能才刚刚开始。当然，也可能只是因为你冷而已。
先想办法从这个建筑里出去吧。然后首先先让我存个档，对，这个东西就是存档。但站在这前面时会扫描你的虹膜，然后做出记录。最新式的存档机，对，最新式的存档机。也看见了重复的东西，可以按 F12来跳过，但实际上跳过也有可能错过一些东西呢。我们从左往右吧，这样我发现这个顺序会比较好。是输在密码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密码。虽然我知道密码，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密码，你们懂的。并没有能够打开的痕迹。纸做的箱子，垃圾箱，这些都是垃圾箱。这里可以调查很多，装着除了衣服以外所有垃圾还是垃圾箱。还是垃圾箱。到图书馆来，我等着你。这是谁留下的呢？是关着的机器，上面灰更厚，开关锈死了。这按钮到底是干嘛用的？不知道。我刚才也按过了，空空如也。现在只有空气和灰尘是这里的住民。2、3，被覆盖了，然后脸上还打了码。照片上那个人被变成了一只狗，如果你碰到那个牛奶布丁的话，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会的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是谁的笔记。如果我们的文明要延续下去，必须要改变我们的基因，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一切还来得及吗？无论怎样，只要能活下去就好，是不是人无所谓。在后面的纸张上都是术语和化学式，实在是让人头痛。是不是人无所谓？这几个划重点，全都是关于那场轰轰烈烈的新型流感的报道。报纸很旧，已经发黄，但日期应该是就在他被绑架的时间附近。你有点诧异于自己究竟被绑架了多久。毕竟久到报纸都发黄了。你想起来刚才的事，还是别靠近了吧。总想作死，这就是我之前能收集差不多全 CG 的原因。对了，我们先去看，这块直接看吧，反正也出不去。操作指南，对，虽然说能全屏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全屏。但是现在绝对不可以把它推开。真的不能推吗？真的不能推吗？真的不能推。好，走，我再存个档。然后我们第一个房间里还有东西没调查，有没有？这是我们很在意的粘性物质。完全不想去碰，粘。是我的那个粘性物质理解错误了，我之前一直都没敢去碰它。这个房间这房间看过了。很不幸的，进入房间后，你马上被一大堆的史莱姆冲击到了门边。门已经被胶液堵死，看来你此次在劫难逃。慢着你的身体，你感觉小腿麻麻的、痒痒的，像是被绒毛毯包裹住，又有些刺刺的感觉。粘液正在改变你的皮肤细胞，让你的感知神经失灵。你紧紧地靠着门，动弹不得，勉强的站住，不让自己瘫倒。那些东西慢了上来，但是对吧？感觉很放松、很自然，你的意识有点恍惚了。与这一团粘液共通了起来，能感觉到这些奇妙的触感，这些粘液支撑着你的腿。你好像要被吃掉了，你却一点也不害怕，你知道这些东西不会伤害你，毕竟它们真的很温柔，你感觉很舒服。不经意间，这股粘液完完全全的挂到了你的身上，把你的胸口覆盖，你的腿有点难受，但你却仍然站得住。好似就本来是你的身体、你的皮肤一样。你的脸、脑袋甚至头发都没能幸免，你发觉你的腿变成了动物那样的弓形，嘴巴似乎也被拉长，你清楚的看到自己长出了一个有些可爱的小鼻子，好像抽筋一样的感觉便传遍全身，但只持续了一会儿。这是因为你的骨骼在这瞬间被改变了，骨骼都被改变了。你整个人都是迷乱的，这大概是麻醉毒素的作用。你就是一块冰在一个水球里慢慢融化了。尾巴好像也不是那么重，也不是那么黏，感觉有点毛茸茸的，蓬松的粘液尾巴，蓬松的粘液的感觉。感觉就是那种泡沫似的那种那种感觉。也许你曾经想过自己会有一根尾巴这样的感觉，你紧紧地抱住自己全新身体上长出的蓬松尾巴，有点开心能够成为这个样子。不知道是因为被寄生了，还是你原本就喜欢这个样子。你的冒险大概就到此为止了。好，结束。可喜可贺，完结撒花没有。来继续。原来这个房间再进入一次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记录一些日常琐事。实验再次失败了，我把那个房间封住了。
但这次危机差点把这层楼都炸翻。哦，地板的方砖已经派人来修理了，按照了我设计的图样，大块方砖组成的图案就是秘密所在。仓库的密码就写在整个大厅的地板上。仓库里有老鼠，所以我们从外面带进来一只猫。但昨天夜里它把我们的研究样本吃掉之后又不知所踪了。阳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可能是野猫，但野猫会爬到这么高吗？新来的一批变异者似乎都是非自愿参加了这次的实验。这里存放的是最后的5个。对不起，为了那个计划只好牺牲掉你们了。要知道，生命对别人来说并不重要，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代。那我们就应该是5个之一了，就是非自愿被绑下来的，其中之一。那这房间还没有调查。偶尔会出现被追捕的情况，不要使用存储机器，避免死的。等等，嘿，哎呀，没跑掉，哎呀，又被粘了。好，再来，调查完一个纸条，然后再回来调查另一个。好的，新型的装饰塑料片没有任何用处，你为什么会想拿这个东西呢？这只是块垃圾，更何况你连裤兜都没有。但我就想拿了，我出来了，哈，机智如我。哎呀，我又摁了一遍。那我们现在就知道密码是地板上这个什么21421，71421。对，71421，我们左边还没有走，右边是锁住的。哼哼，我是什么？我是这么作死的人吗？是，我知道这儿有野猫，来呀！很陌生，前所未见，成片的废墟伫立的高塔，这里究竟是哪儿？看这座塔下面的残垣断壁，你有些慌，这是什么城市遗迹吗？似乎求救是不太可能了。哎，哦，原来这里是可以走。下面尽是些废墟一样的建筑物，但那或许确确实实就是废墟。哦，你醉心于风景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一只狸猫悄悄从旁边溜了上来。那是一只绝对不一般的狸猫，那是一只教授狸猫。你被这只狸猫就扑倒了。现在大将这个体型，我应该被扑，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。他看着你，你看着他，时间仿佛凝固。哦，魔法起了攻击，你没有被撕碎，而是被覆盖了。然后整个人就模糊了起来，人就模糊了起来，和猫混在了一起。你已经被这只粘液狸猫覆盖同化，脑中浮现的是猫的想法。你舔了舔嘴巴，非常的满足。看着自己全新的身体，你居然有点开心了。或许不久之后，你便会忘记自己曾是人类。你的冒险到此为止了。什么叫作死？我就是作死的代表。71421，来吧，我们输个密码。71421，什么东西打开了？有不一样的东西也被一起打开了。哎呀，跑过了一点。视频一直往下走，然后绕过这条垃圾，继续往右走。OK， 像我这种这个位置我都打了3周目的人，我居然还会死。哎，先存个档。你刚才已经从另一侧把它打开了，但是现在我们把门关上了。这些推箱子游戏，这个东西是推不动的，只有黄色的可以推动。预备，起跑！等等，我是什么？我可是那什么玩家？我可是，哎呀，等等，走，对吧？遇到困难的话，一鼓作气冲就可以了。越是迟疑，越有可能失去成功的机会。此外，细心观察也是非常好的解决办法。总之，生活不是游戏，只有一次机会。反正就是他的意思，就是我现在我已经凉了。啊，我等猫累了，它走，它没走远，只是为了，没绕过它。没问题。我退，等等，我没看这张纸。教授不会受病毒影响，他们的构造特殊，病毒在他们身上无法存活。被改造受化后的试验者也有对病毒的抗性，不会再被传染。只是这2种都会使受验者失去自我。我可是卡位专家。傻了吧，傻猫，我过来，我这个还没看，我再看一眼。
细胞分裂，包裹同化分裂。好的，好的呢。再看一下这个纸条，这个建筑的布局根本一点儿也不人性化，简直糟透了。但封闭性很好，即使发生生化武器袭击这里，也能维持一段时间的安排。作为研究场所，真的再适合不过了。但我真的很想透透气，太闷了。反正我过来了。哼。饥饿、恐惧与孤独感洪水般朝你袭来。对于一个已经被关了那么久的可怜人来说，这差不多是体能和理智的极限了。你甚至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。那些前所未见的生物，让你觉得在哪里都不会安全。你第一次那么的想有个人类出现，哪怕是绑匪出现你也认了。但这里什么都没有，连件衣服都没有，只有那些怪物。你的腿发软，但你没有选择，你得走下去。活着走出这栋建筑，先存档。反正活着走出这建筑就是我们的目标。说几个 CG， 说几个 CG 我不摁，毕竟对吧？这可是动画，怎么能轻易错过呢？来，我们再来，这回再摁。爆发手速的时候到了，没问题，我可是有 V-Out 练出来的手速。你拼命的挣扎，狠狠的踢蹬，在地上打滚。在那一番努力之下，你终于把粘在自己身上的粘液硬生生的扯了下来。粘液钻进了通风管里，飞快的逃走了。先存个档，反正他逃了。现场僵局，有些人声称在通风管道里看到奇怪影子。今天同事还有我说实验样本跳进通风管的事情。这道门被焊死了，里面有水声。这次这粘液就是实验样本，然后一只狗和狗融合，来提取狗的基因，然后发现变成了狗的那种教授，然后结果把人给吃了，结果把实验人员给同化了，很漂亮，不是吗？那种病毒是前所未见、前所未有的超级病毒。潜伏期长，传染方式多样，并具有隐蔽性，能伪装自身。在漫长的潜伏期内，它会蔓延到和可怜受害者所有直接、间接接触的人身上。病毒完美克制了我们的基因缺陷，我们走投无路。这是我们人类的末日，我们的终末。专门克制我们的邪魔已经出现了。但如果我们的计划能成功的话，如果我们的想法理论无误的话，那么这一切都还是可以避免的。努力吧，奋斗吧，人类！游戏作者兽物之龙，音乐世子。来到了新的地图，先存个档，先作死把这个开开。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出现什么东西，我先开开了。扫地机器人很喜欢我。办公守则条条框框写满了整张单子，你感觉你要是再这么看下去，脑袋得睁大3倍。下面着重写着不准在办公室跑步。等等，我再存个档。我想的是开着这个踩这个，好像没有东西出来。这块预制板的后方有一处总电路，一旦停电，办公室区域的照明电路便会损坏，请及时维修并更换保险丝。可惜不能吃，毕竟你现在真的很饿。连钢管的位置都一样，真的是官方吐槽了。我试着把动物的基因混进人的基因中，我用了很多方法，但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。听说在地球另一面的社会体系已经彻底的崩塌了，我们恐怕早就已经成了携带者。如果我们不是人类，这个病毒就对我们束手无策了，对吧？所以为了抵抗那个病毒，我们那什么，我要翻翻看那个箱子，翻翻看。你在翻这堆旧垃圾的时候，被一个旧针管狠狠地扎了一下，没有出现，也并没有这么在意。不到1分钟，你的身上就开始热起来了，脑袋也有点昏昏沉沉，视线也模糊起来。你挣扎几下无济于事，你连站起来力气都没有了。你觉得自己一定是要死了，那可能是一针毒剂。
然而随着一阵奇异的怪响，你发觉自己的耳朵奇迹般的变尖变长了，开始兽化了，而且长出了棕色的毛。摸起来扯起来还有点痛，大量的毛发还涌了出来。保持镇定，看着自己慢慢的变成一匹狼。指甲也开始疯长，出生的小尾巴在后面不经意的摇来摇去，尾椎上现在多了一个有点重的东西。毛不带生长，直接兽化变成了一只狼人，真真切切的毛茸茸的狼人，虽然没那么壮硕了，感觉有点难以置信，有点开心，但已经没有人的样子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对吧？又变帅了，又可以免疫病毒了。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就没有怎么办啦，我们兽化的话就算 game over 啦。好了，我们该做的死做完了，我们往前走了。办公室不许跑步，我们记住这一点，反正就是不跑步的从这里走过去。有狼，那个是有黑色的狼，他们没发现，就可以悄悄溜过去。很新颖的电脑主机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黄书内容非常的绿色，写着看似专业实则潦草的字。没电了的扫地机器人等等，我这边还没调查。很明显，这个显示器不会播放电视节目。空的罐子，好的，没什么东西了。我们往前走2步，有事没事走2步。那个应该也是黄苏，所以我们现在不去看了。我们看纸条，这些黑色胶体生物无法组成透明的晶状体，也无法模拟正常生物的视觉系统。它们的视力来自于动态捕捉，行动大都靠听力。它们不会对静止的东西做出反应。然而，它们近期体现出的高度智慧使我惊讶极了。可惜有空的话，要赶紧处理掉这批失败品。这些样本无法满足我们原本的研究需求。这里还有，这是年夜在看电视节目，还是2个实验样本，一个紫头发的人，一个羊。然后诞生一只紫头发的羊人。为什么屏幕变彩了？他是自己诞生的吗？感觉莫名有点厉害。等等，这个废纸球，好的，那其他应该也是废纸球。那我慢慢走，我还是挺虚的，因为这块死了不太好受，真的很没意思的试管。好吧，放这儿也挺有意思的了。我觉得这里应该没什么咒纸。好的，我就知道没什么线索。走，看到了存档点，但下面有东西可以看。这东西有自我意识。数次实验后，我们发现受验者的行为和思想都会被这东西影响，极大的影响。受到同化或寄生的人类虽然已经免疫病毒，但心智也被控制改变，不再是原来的自己。但他们记得发生的所有事，还知道自己是谁，只不过就是他们已不再是自己。他们的大脑已经和寄生物融合了，就是觉得自己不是人了。周周不做人了。慢慢走，我虚，我真的虚。那我在它按的时候往上走，在这个位置不会碰到它。走过来，好的。等它再走了，对，按了我再存档。好的。然后等它按，我再往右走。这个位置不会碰到它。刚存完档，我还是挺有兴趣体验一下 CG 的啦。但是对吧？我就已经到这里了，到这里了。这批实验品产生了如同面具一样的结晶，这个面具就像细胞中的细胞核一样重要。在它们生命走向终结的时候，这个面具结晶会在原地生根，形成水晶柱。结晶柱看似透明，实际上里面包含了粘液浆。时机成熟的时候，结晶会爆裂，形成数个新的个体。这批试验品明明可以分裂繁殖，这多此一举的方式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分裂繁殖出了这么多呢？那个还是可以看的，这个，对它进行了输液，
然后变白，变成了一只兽兽，而且体温正常。然后看一眼这个我要站在哪个位置？这大概黑线2个黑线重叠的位置，好，就这里，在这里，好的，没问题。然后再变暗，往右走，好的，我过来了。这个，没事儿，我们这边有存档，存个档，我们再作死。好，存档，好，作死。该作死就是能作死又快捷作死的那些 CG， 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的。你轻轻拿起的那个面具，比你想象中轻得多。这东西放着光，还有些透明，上面没有任何瑕疵。这东西和那些直立的生物一定有所联系。你好奇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被一股奇怪的触感吓了一跳。你的的确确地感受到手上有什么黏腻的东西划过。你感到不安，正要丢掉面具，却发现面具已经粘在手上。然后就被同化了。胶液开始收紧，面具拉到你脸上，严丝合缝地长在你的身体上。看到胶液已经把你全身上下都覆盖掉了。你突然没了戴面具的感觉，而且全身都变得很黏，骨头和内脏都没了。确实完全不是人类了。你回头看到房间里的其他同伴都在看着刚入伙的你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刹那间，你有了服从的想法，缓缓地走过去，加入了他们，对吧？加入他们多好，有吃有喝，对吧？他们可是住了多久的居民，吃喝应该不愁。这块走应该没什么事，不被他看见就行。我看看啊，我要走到左边，我要看一眼那个东西。好的。OK。夜晚就剩下的人就只能让他们基因改变，把那段缺陷补上。我把一些动物的基因融入到了简单的细胞生物中。在初期实验中，这些单细胞生物会吞噬简单的细胞，强行把自己的基因替换进这些简单的细胞。下一步就要靠它们间接的改变人类了。如果可行的话，那病毒就可以被抑制，然后人类就有救了。我这人比较谨慎啊，所以我可能会一步一步的走，尤其是面对这些黑教授。好的，没有人相信我，但这批样本的智力发展真的太快了。现在他们已经轻微的出现对于更优素质的选择，而不是盲目的乱扑。这种择优的出现已经不是1次2次。我把这些担忧上报了上去，但被告知这批样本已经失败了。就是虽然出现了高智商的，就是智力水平，但是实际上这批样本已经没用了。我走什么走？走什么走？好的，我们又到了这里。没问题。走，这个位置就可以了，然后到了这里，看纸条还是往前冲，这是个问题。哪里有个纸条？看一眼，冲啊！看纸条。他们的进化速度已经超越了我的想象。我原本只是想用它治愈病毒，但现在看来，他们对于改造你的基因这件事极其的热衷了起来。毕竟他们的天性还是简单的繁衍，而寄生就是他们的繁衍方式。好，使了，不算使，就只是又是这个熟悉的地方。然后这块是直接往前冲就可以了，这块还有个纸条。目前所有进行的人体实验都失败了。这批样品会对人类样品做出2种选择：寄生在人类身上，借助肌肉骨骼代谢来加强那些弱不禁风的由粘液组成的自身，或者把人类吸收掉，再转化为自己一样的状态后分裂成新一只。还可以分裂成新一只。我有没有逃的希望？好像没有。
哇，有，我还活着。哇，我死了。好的，我过来了。好，先存档。后面是那家伙的领地，他的考验很难的，但请加油。字很潦草，而且有错别字。这东西永远是最可怕的威胁。器皿，这东西不太想要拆开看看的这团，我好像知道是什么了。破碎的杯子，就是最后只剩面具，然后结晶化，然后反转分裂。看似危险，但实际上已经凝固的粘液怪，身上硬邦邦的。这块走不了。器皿，这里还有什么？那些人造物可以通过覆盖人体分解细胞的方式重新排序你的基因，但它们的效果过于显著，受试者最后全都变成了拥有自我意识的粘性人造物。这消息会使你变成带有动物基因的怪物，暂未知经过改造的人还会不会拥有自我意识。实验成功了，但也失败了。确实让人类免疫了病毒，但是就不是人了。来，我们走。这个非常的拼手速，预备。哎，我们先看 CG。对，那先不拼手速，然后再拼手速，还是挺可爱的，有翅膀还有尾巴，也不算死，就只是不是人了而已。不就不做人吗？不就只是不做人了吗？我的手速对吧？我的手速。你拼命的挣扎，挥拳打中那个小生物的脑袋，它扑腾着扇着翅膀逃走了。先存档，我还不想再摁一次。虽然我手速没什么问题，尤其这上面时间写着一直闪着0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调查不了了。又是一堆，似乎有些奇怪，它没有扑向你，并且似乎很想和你玩的样子。不过更加令你感到奇怪的是，这被胶液覆满的房间，你注意到地板上全是厚厚的一层，这些粘稠的液体让你无法迈开脚步跑动。看来就是他们的巢穴了。走，再存个档，万一待会儿死的次数多了怎么办？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走。走，看字条，一大叠收集好的资料，背面已经预先贴好了双面胶，和一路上见到那些一模一样。究竟是谁？但是说是这么说啦，但是他这边并没有什么资料了。嘿嘿，我看我还能浪多久？我还能浪，放开我还能浪。哈，完了，死了。我已经死了，被同化成一个又可以走又可以挥的，还有CG。咋啦？这块对于我来说走过去还是没什么问题的，问题不是很大。走过来了。然后这块怎么走来着？字条的话，我先不看了吧。这个字条看起来有点那什么。我到时候我去读我那什么的存档来看字条好了。我是为了看纸条来的。人造物出现了衰老的迹象，它们开始硬化，然后结晶。部分晶体会在一段时间后爆开，然后产生更多个体复制。我本想仔细研究的，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。不过目前有迹象表明，那种结晶产生的胶体可能融合了多种动物基因。好了，我们该第二个字条。今天有个同事被那种水晶深深的割伤了，他很头晕，我们为他做了身体检查，一切迹象都表明他受到大量辐射，很奇怪。对，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位置走的还不是那么熟练，所以我就不在这里看字条了。你要好好考虑是否要在此处使用存储机器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存一个新档吧，以防万一。
而且它这块很，这底下有一个跳的，就是还是可以避过那块的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上面有个字条我还没看，我还挺在意的，我就看一眼。这上面有一个字条，对，这里我要看一眼。之前简单模式我没看。这一切都是命运，病毒也好，末日也好，我们大概无法得救，命运不可违抗。但我还是好想活下去，怎样都好，想要在这世上多待一会儿。我们创造了怎样的怪物啊？通过使自己结晶化来诱发突变进化，然后结晶还可以通过辐射来影响其他人。与这些发光的诱人保持接触会发生些什么呢？哼，我们要接触一下试试吗？不了吧。然后这些绿色的也不能碰，碰了也就凉了。啊，这块位置不错。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东西，它们是随机走位。但是我中间插播一下，那上面字条上写了什么好了，然后存个档，覆盖这个存档好了。接下来你们将见证死亡了无数次的地方。反正是大 boss 就对了，就很有一种传统意义上那种打那什么遇到大 boss 的感觉。啊，我只能往这边走了，再往这边走。我要利用地上的水晶让它过不来，我就有希望。哎，对，他们时不时还是会绕一下的。完了，没完，我活着！哇，我一次过了！哇，居然一次性过了这里！哎呀，有点小兴奋。他点了点头。这个看起来很有智慧的生物似乎肯定了你对于求生的渴望。他点了点头，但你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反正他让我走了。我看看，很久没见过人类了。会做法，你决心，允许你通过。对，可以问他好多东西。你是什么？是怪物。其他人类呢？争抢、治疗、自相残杀。怎么讲呢？我之前也怀疑过，就是这里好多的生物是不是都已经，对吧？寄生过人类，但是已经忘了自己曾是人类了。但是他们好像应该又有之前的记忆。所以我也好奇之前那些人类哪儿去了。然后看到这个，争抢、治疗、自相残杀，应该就，凉了吧。然后就问不了别的了。然后，但是之前简单模式的时候，我把能问的都问了，到时候我也放一下。你是什么？是怪物。什么是怪物？动物混杂基因。发生什么了？大瘟疫避难。避难的是学者汇聚挽救。发生了什么？瘟疫的是病毒死掉，从北方来的。应该就没了。然后这里是我曾含恨而终过的地方。一不小心撞到水晶上还行。
一对黑教授，他们不再扑向我了，而是站在两边，像在欢迎我，有没有？而且墙上还有一个箭头指着那边，而且一个黑教授指着那边。哎呀，好想往上看看那个照片。倒下了，他们并没有上来附身。面对了如此多的危险与恐惧，你还是坚持不住倒下了。一个普通人类经历了这么多离奇的事情，你真的坚持不住了。你希望你是在做梦，但是你没有。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了？还有人吗？还能去哪里？孤独和恐惧注视着你的内心。就这样睡下去或许也不错。朦胧之中，你隐约感到好像被温柔地拥抱着，放在了一张柔软的毯子上。吃个果子，果子上面沾着一些黑色的胶，是他们摘给我的吗？你迫不及待地剥开果子的外皮吃了起来。果子很酸，但你感觉比饿肚子好多了。不知为何，你想家了。你强忍眼泪吃完了果子。吃完了果子，你感觉身体好多了。你收拾了一下吃剩的果核与皮，站起身，该出发了。